男人拿出超大功率的电熨斗，插上电源，然后一把将萨拉按在了浴缸里。卡罗曼之所以辣手摧花，是因为萨拉的州长父亲将一段录音藏了起来，而这段见不得光的录音一旦曝光，总统卡洛琳就必将下台。可萨拉确实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，况且父亲临死前也并没有给过他任何东西。就在溺水的时候，他猛然想起曾在老爸尸体旁捡到一把从未见过的钥匙，或许这正是老爸藏录音带的地方。但萨拉无论如何也不会说的，因为即使交代了，也会被杀人灭口。眼见问不出结果，卡罗曼决定将其闷死在浴缸里。可就在他拿起钢锯准备分尸的时候，屋外突然响起旅馆老板的敲门声，原来里面的动静太大，遭到了邻居的投诉。而就在他们谈话之际，萨拉用嘴巴咬开了浴缸的阀门。等卡罗曼再次回到房间时，浴缸里的水已经空空如也。趁此之际，萨拉急忙收起桌上的钥匙，然后跳窗逃走。与此同时，公司的小领导吉姆打来电话询问结果，卡罗曼不知如何交代，只好谎称萨拉已经被自己弄死。可吉姆并不是傻子，他让卡罗曼发一张处理尸体的照片给他看一看。眼见谎言被揭穿，卡罗曼深知公司的人绝不会轻易放过他，于是急忙打电话向总统卡洛琳求情。但卡洛琳如今贵为总统，怎么可能还和他这种灰色地带的小喽啰联系？等卡罗曼再去联系曾经的同事，这才知道自己已经被整个系统除名了，仿佛他从未在这个世界存在过。很显然，要不了多久，他就会从这个世界彻底消失。而另一边，另一股势力也在追查录音带的下落。老林肯想要扳倒总统和公司，同时也为了给儿子林肯洗清冤屈，就必须先一步找到萨拉，拿到录音。他深知麦克和萨拉的关系不一般，于是说服儿子林肯去找麦克。他们将小林肯交给秘书照顾后，就急忙来到了两兄弟约定的会合地点。没想到苏克雷竟然也出现在这里。原来苏克雷的女友逃婚后，为了躲避他堂哥的纠缠，独自一人跑到了墨西哥散心。而麦克正好也要去墨西哥，所以一路追到这里和麦克会合。麦克之所以让他们在这里集合，是因为早在入狱前就做好了周密的逃亡计划，并将坐标地点纹在了纹身里。距这里20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蛇头，只要付钱就能登上偷渡的飞机逃往墨西哥。一路上，老林肯极力说服让麦克不用逃亡国外，只要拿到录音带就能重获自由。但麦克昨天才见过萨拉，并没有听说他有什么录音带。况且麦克深知政府的黑暗，有了录音带也不一定能扳倒总统。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，远远的山头再次出现那个熟悉的身影。原来马洪被放出来后，继续分析纹身，想破脑袋，终于明白这些数字看起来更像是坐标，于是赶紧驱车赶到了这里。Give me that. You guys head for the car. Go! Come on, Dad! 几人有惊无险地逃过一劫，可万万没想到，老林肯在逃跑的过程中被枪击中腹部，已经生命垂危。两人只能将老父亲简单的埋葬。虽然30多年来没有养育之恩，但他毕竟是为了不牵连家人，不得已而为之。从这一刻起，林肯下定决心留下来为父亲报仇。三人驱车来到偷渡地点，和苏克雷拥抱后，目送着他上了飞机。Panama would have been good. Are you ready for this? Waiting years. Good to hear it. Because today's the day we stop running. 可就在兄弟俩返回的路上，一架战斗机从头顶飞过。很显然，这必定是拦截偷渡飞机的。正在麦克为苏克雷担心的时候，马洪的车再次追了过来，而拦截的战斗机正是他报的警。两人急忙上车逃离。然而千算万算，没算到车子油没有马洪多。一直从白天追到晚上，马洪终于成功将两人抓获。可就在他准备枪杀两兄弟时，边境的巡逻队及时赶到。United States Border Patrol, drop your weapon! 迫不得已，马洪只好心有不甘地放下了枪。